从没见过这样惨的卧底，每天下楼的方式很奇葩，村口小孩都可以欺负他，偏偏还盯着梦中情人傻笑，下一刻别人弟弟就揍了他，只好暗暗发誓回国时就把他性命拿。任务更奇葩，每月一次在公众面前小便，6个月一次在人前拉粑粑，偏偏这次女神看到他，只好和青春说再见了。唯一的念想就是回家看妈妈，偷偷在家把肌肉练。他已经在敌国装傻2年了。这就是2013年韩国的隐秘而伟大。男主角叫东九，是北朝鲜派往南韩的卧底。这天来了个神秘人，一见面两人就把架打。原来对方叫海浪，两人从小就在训练营长大。东九怀疑他要把自己任务抢，于是偷偷尾随他，发现海浪把摇滚歌手比赛来参加。原来海浪的任务是伪装成摇滚歌手，但这人五音不全，发誓要练到手指出血。东九把线拔，自己人不要唱，笑着下滑。这天，小孩求东九把哥哥找，东九把尿摸，尝尝味道，确定离开时间，往上一翻，四下看看，听声辨位，房顶酷跑，拉过女人内衣，往内一看，原来小孩妈妈是单身，这个大叔偷偷送礼物，想要把她来追求，但这时东九被发现，众人一看惊呆了，直呼变态。男人拉拉胸罩，赶紧溜，前路被断，无路可逃，怎么说也是卧底中的高手，拉着电线往上爬，成功逃走。回到家，东九又在写信给母亲，而信再次存放。突然背后出现一男子，这人是新来的卧底，好像认识东九，这人没开枪，转头就跑，东九追了出来。可惜没追上，又是装傻的一天。这人居然换了学生装，出现在东九的视野。原来东九曾经救过他，从那以后，他成了东九的小迷弟。自此，3个曾经的伙伴在敌国再次相遇。这天，一起生活的大婶被欺负，东九装傻也要帮大婶，即便他不能暴露。而大婶的儿子也真的把东九当成了弟弟。他是个发誓要忠于祖国的卧底，2年的生活却将他变成这里的一份子，即便他自己不敢承认。但这时，一件大事发生了，2国交战结束，卧底们失去存在的意义，而上级为了抹去黑历史，决定把他们当背叛者处理。但教官想给他们自杀的机会，于是当天他们都收到自杀的命令，抗命的话就由监视官执行，而监视官就是小迷弟的隐藏身份。小迷弟找上东九，东九心里牵挂母亲，他的眼神透露着他不想就这么结束。而旁边的海浪本就不拘，更不可能，小迷弟打不过海浪，逃走了。东九追了出去，给他开枪的机会，但他还是没开枪。在他心里，明显东九的分量更重。这时不断有卧底自杀，当地警方介入调查，发现这些卧底的身体里被植入追踪器。小迷弟在对抗时寡不敌众，被当地警方抓住，而东九沉默许久，终于做出重要决定。装了2年的傻，等来的却是自杀。东九终于理了发，给喜欢了很久的女人道别，女人看呆了，而东九也只是道别，有些喜欢只能埋进心里。东九回到杂货铺和大婶吃完最后一顿饭，大婶似乎预感到他有一天会走，他平时很抠门，但这次却给了东九一个袋子，里面是衣服和存折。东九心情沉重，有些话虽然没说，但爱就在那里。东九穿上西装，找上海浪，两人一起面对将要到来的教官。再次见到教官，东九最关心的是， 제가 명령에 따르면 제5만이는 지금까지처럼 공화국의 보살핌을 받을 수 있는 겁니다. 而教官只是回道， 조국의 명령엔 조건이 없다. 其实东九更想问的是，我母亲还活着吗？教官用子弹回应了他，他们打了起来。被偷袭的东九敌不过教官，教官一脚，东九被踢出窗外。海浪开车将其救走。他们找同样身为卧底的大叔拿武器，但武器被换成砖块。原来大叔是个政治系教授，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卧底会背叛，他只是被派来证实自己的言论。两帮人打了起来，这些小喽啰根本不是两人的对手。东九和海浪轻松搞定，但大叔告诉东九一个他早就预感到的答案：从东九进入训练营那天，他的亲人就进了监狱。现在东九被下了自杀令，母亲已经被
处刑了。东九渐渐崩溃，信念坍塌。海浪和另一个人打了起来，对方继续贱兮兮的污蔑。这一刻，男人流着泪怒了，他要告诉他们一个深爱母亲的人要做什么。但对面楼有个狙击手，他们受伤了。东九拖着海浪到楼顶，他不会弹吉他，但他一直努力，通过歌声入选了。伴随着雨水的冲刷，这个不羁的男人笑得让人心疼。马上教官追了上来，东九解决了小喽啰，和教官最后对决。本就受伤的他还是没能打过教官，但原来小迷弟逃了出来，而教官拿出手雷，海浪为了救他们，猛地推着教官一起落下高楼。小迷弟不愿自己和东九被捕，和当地警方持枪对峙。东九早已心死，但他看到抠门大神给他的存折，他拿起打开，上面用的是他的名字记账，而接着是小儿子东九存款30万。男人流着泪继续翻，小儿子结婚基金40万。男人哭不出声，但撕心裂肺。 돌아가고 싶어. 그렇게 살고 싶어. 生而为人，何以为家？东九回不去了，警方还是开了枪。东九走了。 大婶一直在等他回去。我想，隐秘而伟大，隐秘的是身份，而伟大的是他们至死不弃的情谊，以及大婶和东九不是母子，却如母子般的爱。点赞、关注，爱你们！